大家好，歡迎翻到嚟肥宅嘅頻道。今集會講有關黑線佈局嘅分享，因為範圍太大啊，所以要分幾條片講啦。補翻句，部分道具由 MacWorks 贊助。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頻道，我嘅頻道就係主要介紹一啲做基本模型處理嘅手法，同埋一啲我自己做改裝模型片段嘅分享。同時我亦都有做模型代工嘅，有興趣歡迎 PM。對呢類影片有興趣嘅朋友就記得訂閱啦。其實都有好多師兄要求我講有關黑線佈局嘅嘢嘅，咁但係頭盔就笠到實一實啦，我係未夠料去教人嘅。咁黑線佈局好唔好睇，亦都係好主觀，所以呢一個就真係我自己點樣做嘅分享，俾大家個參考。咁同時既然要講啦，就有系統啲，由一開始去講起啦。如果你係第一次做黑線，咁我就極度強烈不建議你用手上嘅模型或者將要砌嘅模型去試。因為除非你本身已經有雕刻嘅經驗，如果唔係第一次試呢，炒嘅成分都好高嘅。如果你有隻未砌嘅高達，你可以睇下 menu 上面有冇呢一啲打咗交叉嘅件，呢啲件呢係你呢一隻高達用唔着嘅，咁你就可以用佢嚟做練手啦。咁當然我會建議最好呢就係用呢一啲咁樣嘅膠板去練習啦，買啲1mm 厚嘅，刻落去個手感會同高達嘅部件比較接近。咁以我所知，有啲香港嘅模型店呢係有散貨嘅板賣嘅，講緊都係幾蚊一塊。咁攞嚟練習，我覺得個性價比算幾 OK 嘅。呢一度我將個膠板切細塊咗，同時就噴埋個底灰上去嘅。噴底灰嘅意思就係令到大家喺影片入邊可以更加容易睇得清楚我用鉛筆畫嘅線條同埋刻出嚟之後嘅線條。係節目效果嚟嘅，大家平時做就一定係刻咗線先至噴底灰噶啦。呢一度就首先講明先。至於黑線刀，我今次就會用到 0.15mm 同埋 0.5mm 呢兩個厚度嘅，揀個距離闊度大少少嘅就係俾大家容易啲睇到黑粗線同埋黑幼線個分別喺邊一度。咁當然啦，輔助用嘅黑線膠帶就唔少得噶啦。講完要準備嘅嘢，就終於入到正題。黑線嘅佈局，無論係幾厲害嘅大神都好呢，最基礎都係呢4種線條噶啦，包括有直線、梯階、凹位同埋短線，萬變不離其中噶啦。今集就同大家講一講黑線嘅次序方向同埋點樣去練習。第一個就嚟做個最簡單嘅直線先。我哋刻呢個直線會橫跨成個平面，由一個邊去到另外一個邊嘅。咁我哋要做嘅，首先就係黐咗一條黑線嘅膠帶先啦，然後我會用 0.15mm 嘅黑線刀去刻呢一條線。刻嘅方法就係由一個邊直接拖到去另外一個邊，中間係唔會停嘅。老生常談啦，第一刀呢就一定係輕輕拖過去留個印就算，之後唔需要用力拖多幾刀，等個印變成一條淺坑之後，先至開始用力刻落去。同時間刻嘅方向呢，只係有一個嘅啫，即係由左邊去右邊或者由右邊去左邊就隨你啦。咁但係我就只係會向同一個方向去刻嘅啫。呢個就係最簡單嘅刻直線，由一邊刻到去另外一邊嘅方法。第二個示範就升級少少，做一個有固定開始同終結點嘅直線。大家見到喺板上面，我已經用鉛筆定好咗位。喺呢條直線上面呢，就會有呢兩點做開始同埋結束嘅。今次我會用 0.5mm 嘅黑線刀刻出嚟嘅線條粗咗呢，大家就會睇得清楚啲。有個快啲嘅方法呢，就係你喺開始同埋結束嗰個位，用黑線刀先用力壓落去，刻咗一個坑仔出嚟。咁樣靠手感你就可以知道邊一個位置係開始同埋結束。但係如果你係新手嘅話呢，我哋都會做翻個正宗嘅手法，就係喺頭同埋尾黐一條短嘅黑線膠帶，咁樣就可以確保我哋唔會刻過界啦。記住，如果有機會重疊黑線膠帶嘅話呢，佢始終係有一定嘅厚度嘅，所以交接嘅位置就一定要壓得實啲，令到個膠帶盡可能全部都貼住個件嘅表面。咁之後我哋就可以開始做呢一個黑線啦。首先會喺其中一邊，好似影片咁樣一直拖過去另外一邊，重複咁樣做，用同一個方向去刻呢一條線，直到個深淺程度你認為 OK 為止。然之後我哋就調翻轉個件，
反方向咁樣再刻多一次呢條線。反方向做多一次嘅原因係，因為你第一次只係由 A 點去到 B 點嘅話，你結果刻出嚟嘅坑就會好似影片而家入邊嘅圖畫咁樣，係唔水平嘅。調轉咗個方向去刻多一次，就可以令到成條坑嘅深度都平衡翻，出到嚟嘅效果就會係咁樣。所以個次序就係由 A 點刻過去 B 點，再由 B 點刻翻過去 A 點。其實無論你刻粗線定係刻幼線都係咁樣做噶啦，只不過你刻粗嘅線條個深淺差太遠嘅話就會更加明顯。如果覺得肥宅嘅影片有用或者有趣嘅話，就記得喺右下角撳一撳個訂閱掣支持一下啦。第三個方案就係講點樣做轉角嘅黑線啦。雖然我呢度畫嘅係直角，但係其他嘅角度都係同一個方案噶啦，冇分別嘅。首先要做嘅就係用黑線膠帶沿住畫好嘅鉛筆線貼好咗先啦，就冇話咩次序邊條搭住邊條都冇所謂嘅。最緊要就係膠帶重疊嘅地方要將佢壓實。然之後我哋就用黑線刀喺兩條膠帶嘅交界位置去開始往外黑線，重複呢一個方向嘅黑線，直到去到你想要嘅深度為止。咁樣就得出咗第一條黑線出嚟。然之後我哋再由兩條膠帶嘅交界位置去開始刻另外一條線，方向都係一樣，由膠帶交界嘅位置往外刻到底，一直刻到同第一條線嘅深淺程度差唔多呢。咁呢個轉角位嘅黑線亦都可以話係完成咗啦。咁樣刻嘅次序呢，就可以比較保證到個轉角嘅呢一個黑線位交接點係比較 sharp、比較銳利啲嘅。個次序就講多一次，係由轉角位嘅位置開始向兩邊刻過去，咁得出嚟嘅效果就會係咁樣。補多一句，就算你唔係做緊直角，而係做其他唔同嘅角度斜線呢，都一樣可以用呢一個黑線嘅次序去做嘅。跟住落嚟，我哋就試做一個比較進階啲、複雜少少嘅轉角線條啦。呢一個圖案就包含咗兩個轉角同埋三條直線組成嘅。咁喺呢一度，你首先要諗一諗你個黑線嘅次序，然之後按住你黑線嘅次序倒轉佢去黐黑線膠帶。即係譬如話，我而家要刻呢一條線係最後嘅，咁輔助呢條線嘅黑線膠帶呢，就要第一條黐上去。再之後就黐打橫嗰條，最後就會黐我第一條會刻嘅直線。第一條直線我係會由膠帶嘅交接位去開始刻到去邊位嗰度，咁一直都係會用呢一個方向去刻，刻到我需要嘅深淺程度，先至開始做下一條。第二條我係會做中間嗰條橫線。咁我就會用第一條刻好咗嘅線做結尾，呢一個方向咁樣去刻嘅，刻到同第一條線嘅深度差唔多，就可以首先將頭兩條嘅膠帶都搣走，到最後就可以沿住橫線嘅呢一個點去開始刻我哋最後嘅直線啦。方向就好似影片咁樣，由第二條嘅橫線一直刻到去尾，因為開始嘅位置你已經有一個刻好咗嘅坑呢，所以就比較容易靠手感就攞到個正確嘅位置。當刻到同第二條線差唔多深度嘅時候，咁呢一度亦都完成咗啦。刻好咗出嚟個狀態就變到好似影片入邊咁樣。個黑線嘅次序同方向就好似而家畫面嘅圖示咁樣。首先揀咗一條直線去刻，然之後按住呢一個次序去做。同樣地，中間嘅橫線就算唔係一個直角嘅線條都好啦，做斜角嘅次序都會係一樣噶啦。下一個要示範嘅就係，如果你要喺一條線上面做兩種唔同粗幼度嘅線條，比如喺呢一條直線入邊，你要喺中間做一個粗線條嘅話，我呢度就會首先用0.15mm 嘅黑線刀刻咗一條幼線出嚟先。正如第一個示範一樣啦，上咗黑線膠帶之後，由頭到尾刻咗第一條直線出嚟先，刻到有一定嘅深度，就可以黐兩條短嘅黑線膠帶喺粗線條嘅開始同埋結尾位置。
然之後我就會用0.5mm 嘅黑線刀喺中間呢一個位置再刻多一條粗少少嘅線條啦。個次序其實同做第二個示範係一模一樣嘅，都係用把黑線刀先係開始個點拖到去結尾嗰一點，然後調翻轉再由結尾嗰一點刻翻去開始嗰一點嗰度。各位心水清嘅網友其實都意識到，我只不過係將第一同第二個示範結合埋一齊，出到嚟個效果就會變成咁樣啦。所以個次序其實就好似而家嘅圖示一樣，先刻咗一條幼身嘅主線，然後再喺上面自己定好嘅開始結尾位置，順住個次序同埋方向來回咁樣刻多一次，就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啦。到最後示範多一個調轉嘅例子啦，今次我就要喺一條幼身嘅黑線上面左右各刻多一條往外伸延嘅粗線上去，同頭先一樣啦。首先用黑線刀同埋黑線膠帶將條幼線刻咗上去先，然之後喺已經確認嘅位置黐翻兩條短嘅黑線膠帶上去，再由黑線膠帶嘅位置用0.5mm嘅黑線刀往外刻出一條粗線，兩邊都係一樣咁樣做噶啦，出到嚟嘅效果就係咁樣。所以個方向同個次序就好似圖片入面顯示嘅一樣。首先刻咗條幼身嘅主線先，然之後再往外刻出粗線。今次介紹嘅黑線方向同埋次序就囊括晒最基礎嘅範疇噶啦，再複雜嘅黑線都係喺呢幾個組合上面混合一齊去運用嘅啫。咁就希望俾一個參考大家嘅。另外我哋刻完線之後，我呢度放大少少個鏡頭，希望大家睇得到，其實黑線個邊嗰度呢係有少少毛刺嘅。肉眼未必睇得清楚，但係你噴油嘅時候就會發現㗎啦。咁所以我哋都要補翻一個打磨上去。咁到最後亦都俾翻一個打磨完同時間上埋滲線嘅練習結果俾大家睇一睇。今集就講住咁多先啦，因為我都唔想條片太長。聽下客戶嘅說話啦。如果大家對我用過嘅工具有興趣嘅，可以喺我影片下邊嘅描述嗰度揾到 MacWorks 嘅香港代理網頁。下一集就會開始同大家講用唔同嘅粗幼度黑線可以做到啲乜嘢效果嘅佈局。今日嘅片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咩唔明嘅，歡迎留言，我會再詳細解答嘅。如果中意呢條片嘅朋友，記得 Like、Subscribe、Share， 訂閱咗之後仲要記得撳埋個鐘仔，咁下條新片出嘅時候，你哋就會收到通知噶啦。我哋下條片再見，拜拜。